歼20隐身战机使用新型国产航发测试的消息引发关注，核心性能终于能够对标 F-22使用的 F119航发，令人欣喜。一起来看看具体详细。Hello， 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理财虎，我是虎妞。近日，网络上曝光了歼20隐形战机疑似换装新型国产发动机的飞行状态照片。根据照片可知，歼20尾部的发动机喷口一大一小，因此有专家分析，可能是歼20在进行新一轮新发动机换装的空中试飞任务。鉴于2021年珠海航展上，官方正式宣布了歼20已经换装国产发动机的消息。我们可知，现阶段的歼20换装了涡扇10型号的国产发动机，而网络照片曝光的歼20新测试的发动机外观看，发动机的尾喷口要比涡扇10长出一截儿，而且航发的长度也有明显区别。因此，专家认为这很可能为歼20量身定制的涡扇15发动机。不过，目前央视军媒并未公布涡扇15进行测试的消息。专家认为，这种测试方式实际上是非常常见的发动机测试方法。涡扇10的性能相对成熟，因此歼20进行空中测试时，就采取了涡扇10和涡扇15两台发动机搭配测试的方式。具体的原因就是为了避免发生重大事故。要知道，战斗机的发动机是至关重要的组件，战机的动力来源全靠发动机。如果发动机出现故障，可能会导致机毁人亡的惨剧发生。因此，为了最大程度地降低测试飞行中可能出现的风险，所以采用一台测试的发动机搭配一台成熟可靠的发动机一起搭载在战机上测试，会使测试时的安全性大大提高。如果飞行测试中新发动机出现故障，空中停车，那么另一台原配性能成熟的发动机会为战机继续提供动力，这样战机就不至于坠毁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歼20战机不同时搭载两台新涡扇15发动机测试的原因。国产航空发动机一直是中国空军的最后一块短板。早先，中国先进国产发动机是来自于引进的俄罗斯的 AL31F 发动机，也被军迷们戏称为是三姨夫。这种发动机哪怕是在俄罗斯，也不是顶尖军用发动机，因为俄罗斯还有更先进的四姨夫发动机。综合来说，中国国产先进大推力军用航发因为起步晚，技术上和美俄差开了一大截儿，因此开始研制国产的涡扇10型大推力发动机。涡扇10发动机及其改进型，经过20多年的研发历程，才大量装备我空军部队。但是这款国产军用航发的技术，还是来源于40年前美国的航空发动机技术。我国的科研人员花费大量人力物力，从2000年代初到2010年代，才解决基本的稳定性等问题。装备歼20战机时，已经是2010年代以后了。要知道，美国 F-22的 F119矢量发动机，在性能上全面碾压歼20装备的两台涡扇10发动机，无论是推力还是使用寿命，亦或是矢量飞行能力，远非涡扇10可比。更重要的是， F-22的 F119矢量发动机在90年代初就已经问世，90年代末开始批量生产装备在 F-22上，可见我国军用航发与美国的巨大差距。因此，为了追赶发动机世界一流先进水平，科研人员夜以继日地展开了涡扇15的研发工作。涡扇15发动机的性能相比涡扇10有了质的飞跃。涡扇15是目前中国性能最强大的小涵道比矢量推力涡扇发动机，可以说是大推力航发领域的最强中国星。综合性能甚至可以追平乃至超越美国的 F119矢量发动机。涡扇15矢量发动机的推力为18吨，推重比则为11，而美国 F119矢量发动机则是17.5吨的推力和11的推重比。从发动机核心的推力数据上来看，涡扇15矢量发动机的性能则稍强于美国的 F119。但按照已知的一些猜测分析来看，这两款发动机的寿命可能还存在差距。
有外媒分析认为，中国的涡扇15初期型号使用寿命仅仅相当于 F119 的40%，只有4000小时。F119 发动机最大理论使用寿命则有1万小时。因此，综合比较这两款发动机，涡扇15除了在使用寿命上存在不足的缺点，但在发动机的具体性能上已经比美国 F119 要略胜一筹。那么，如果未来歼20战机能够换装2台大推力的涡扇15，将解决隐形战机的最后一块短板。歼20换装超强中国星后，在机动性和飞行性能上完全可以追上美国 F2 战机，甚至还有过之。加上歼20在武器、电子系统以及雷达方面的优势，歼20将对美国的 F2 战机具有全面的技战术优势。像以前那种美媒拿 F119 当遮羞布，嘲讽歼20机动能力差的情况也不会再有了。